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看电视选广电，办宽带选广电，用手机选广电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。看看今天的情侣遇到了怎样的困惑，我们来认识一下。请开门，欢迎你们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赵先生，57岁，来自吉林；务农赵女士，57岁，来自吉林。务农，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？他太大男子主义了，天天在家对我大呼小叫的，在外却有说有笑，尤其是村里那些女的特别热情，他就是个妇女之友。他就是耳根子太软，别人说什么他信什么。我说的话一句都不信，我真是跟他沟通不了。他现在的心思全在外面，对我一点也不关心，还天天和我对着干。我看他就是不想和我过了。他这样谁受得了？管这管那，还限制我的自由。他爱跟谁过跟谁过去吧。哎呦，这么严重了，都过不下去了。是的，老师，这次参加节目是我想要来的，因为啥呢？我们俩结婚已经30多年了，这些年吧都关系一直都很和谐，就最近这2年。我老伴儿跟我俩就一直就是吵闹不断，对我大呼小叫的，有啥事吧也不跟我俩商量，没法沟通了啊。我就想让老师帮我治治他啊。好，不着急，咱慢慢说哈。我们俩是1989年经人介绍认识的，相处1年当中，我们俩在1990年年底就领证结婚了。我们2个有俩儿子，儿子现在如今也都大了，也都结婚了，一直在外地生活。家里呢，也就是我们老2口在家种地，所以你俩矛盾就是从你老2口单独开始过日子，就不像以前和谐了。对，哎，这个先生，刚才这个小片当中说你怎么着来着？妇女之友，他是村边瞎说的，村中的人吧传言，他就信。能是传言吗？怎么不是呢？村里人就是说他是妇女之友嘛，我也是这么认为他的。因为啥呢？最近这2年嘛，村里经常有人跟我说他和孙大姐有暧昧关系。我呢，心里一听呢，就觉得不是滋味嘛。还有人当我说的，经常拉着孙姐一起去赶集，这你说我能受得了吗？哪有像你说的样？各位老师，不是他说的那样式的。当时吧，我呢开着车去赶集，走到路上吧，就遇到我们屯的孙大姐，还有一个女的。当时他们也去赶集，然后我就拉着他们去了。但走到的时候吧，又捡了我们同村2个男的，把他们几个呢，我就一起拉到那个集市上去赶集了。不是像他们说的，说我们就跟那孙大姐有暧昧关系了，绝对不是那样式的。4个人为什么村里人只盯着孙大姐说呀？老师，我说一下，孙大姐们是单身，她老伴过世已多年，我老伴吧就对她就是别人跟我说就对她就是格外的照顾，要不别人跟我说我也不可能那么轻易相信。哎，赵姐，你别急啊，这除了带着孙大姐去赶了个集，人家说了还有其他3个人呢，还有啥事儿啊？让你觉得孙大姐和她特别的关系不一样？我们家养羊，他经常和孙姐一起去放羊，而且坐在一个电动车上，特别的亲密。老师，不是他说的那样，原因是咋回事呢？当时吧，我是赶着羊上山去放羊，当时是夏天的时候嘛，等我上山上的时候吧，天就下雨了。下雨的时候呢，孙大姐呢也就骑着电动3轮车呢，赶着羊就过来了。她那3轮车有棚子，当时看着我给雨里头淋住了，然后就招呼我，让我到她那车里备个雨。也不知道奔屯子谁看出来，就把这事儿吧就告诉他了，说我就上人家电动车里头又搂又抱了，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。这村边就是血口喷人的。还有别个人放羊，他为啥不坐在别人的电动车上？为啥单坐孙姐的电动车上？下雨的时候吧，就这孙大姐赶着羊骑着电车过来，赶上我在这嘎达挨雨浇了。听懂了。其他别人的吧，我也没赶上。你不承认是不是？有一次我去超市买东西，等我买完东西我出门的时候，忽然就发现他拉着一个女的从我身边就过去了，我就是气不打一处来了，我说我打电话吧，打7次电话他也不接。哪有像你说那样事儿的时候？各位老师是咋的？我就怀疑我媳妇就是咋的呢？她是岁数大了，这老眼昏花。我这开车吧，奔那个超市奔门口走吧，我当时也没看着她，也不怎么整，她就看着说我这个车里头拉个女的了。你看到那个影儿是不是孙大姐？是孙大姐，她不跟那瞎胡说，哪有那事儿？是说，别着急，赵大姐，这是几？一闪而过。我刚才比划了个几？5。我刚才比划的是2。刚才比划的我没看清。您当时跟我们大哥那车离了多远？
也就是10多米吧。也就这么远是吗？啊，也就10多米。10多米，您连5和2都看不清楚，您一眼就能看出那是孙大姐。所以说，看清了，所以说嘛，我说他老眼昏花嘛。我没抓着，我没抓着这姐不着急，咱也不是这个断案的这个哈，但这事儿我们听明白了，反正大姐总怀疑自己老公有点这个外心啊，或者是爱跟女同志聊天儿。不光是这2件事，我还有有一次我们村里的办喜宴，我们家活比较多，我老伴先去的，等我忙完以后我后去，等我去的时候你们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他跟别的女的在一起喝交杯酒，绝对不是像你想象那样。当时吧，这是坐这一张桌的人吧，我们都认识，都是我们本村的，我们都非常熟悉。大伙吧，这个喝下酒了吧，就有点兴起了。有这个朋友吧，就说你跟前这个大姐呀，你们俩喝个交杯酒，我就不干。就我害怕我老伴就是看见，完了我就不干，不干呢，这大伙呢说你不喝我先喝，他就过来了，跟这个大姐就喝了。那你不开始喝了吗？完这个又喝了，就剩我自己了，他们也不让我动弹，也不让我走，必须得喝这个酒。哎，这我被逼的没招了。完了，当时吧，就他们拽着我就喝了这个交杯酒。当时大伙都喝多了，我没看着跟别人喝交杯酒，我就看着你和他俩喝交杯酒了。行，你为啥你要跟他喝交杯酒啊？哎，姐，大姐，咱这事儿我们听明白了。就是让自己老婆看到自己老公在和别的女的喝交杯酒，他多少心里不舒服，这能理解吗，大哥？我能理解。再就是我们村里头，就是平时的冬天吧，没啥事了，大伙都在凑到一起打麻将。有一天晚上吧，吃完晚饭，有人给我爱人打电话，叫他去打麻将。他去打麻将，我寻思我完活以后，我说我也去看看热闹哈。等我到那以后，他正在就是打麻将，和个女的摸人家手，而且是特别的亲密。你瞅他笑，他瞅你笑，不是正常的那种笑。当时吧，他说我摸人手了，是怎么个情况呢？因为我吧，就是这有一个工牌，大伙都要看。当时这个工牌吧，就在这个女的手里呢。完了，我就冲他要这个牌，他把这个牌吧，就这么递给我的时候，我就把2手就过捂着拿过来看的时候，这么一功夫，他就在外边吧，趴窗户就看着了，就说我摸人手了。你咋老在关键时候被媳妇看着呀？我也不知道咋这么背呢，就让他给瞅见了。不还是你行为的事吗？赵大姐真的是厉害，每次看到的都是关键时刻。我们又不是没打过牌。当时我气的，我上午我一看我没分3021，我把麻将牌我就周了。你给我周的，给我这面都给我周没了，或者给我面子呢，还要面子呢。哎，就用这个事儿，气的回家就跟我就那啥了，分房睡，然后我就卷个铺盖卷，我就出去找点活干，出去打工去了。你不是以打工为名吗？就是故意的，因为咋的？我寻思这吵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越吵吧就会越生。我这出去吧躲一躲，就以打工为名嘛，也不回家，打电话也不接，接电话了跟我俩大呼小叫的，问我打电话干啥？我说我关心你呗，毕竟老夫老妻了，都过30多年了。我说你在外头少吸点烟。我这吸烟害着你啥事儿了？我在外边那时候呢，就总家打电话，一打电话呢，我就不爱接。不爱接是咋的？你一打电话就问跟谁一块堆打工呢？有没有女的？等会儿我这时候有一个细节，就是赵大哥出去打工去了，孙大姐还在咱们村吗？你说哪儿去了吧？我就问你，你说哪儿去了？在家的，跟我都没关系，我没看着他在。刚才我就是一试验，一个陌生人，初次见面的陌生人，用语言稍微一引导，赵大姐立刻扭头问老公：“那女的在哪儿？你们到底去哪儿了？”注意啊，这不是同村的人引导，说她是妇女之友。我初次见面陌生人一引导，您立刻就把矛头指向您的丈夫。对，我爱人就这样式的。这就是刚才那个我们先听的那个小片当中说，他觉得自己老婆耳根子软，谁说都听哈。对，说都听。前年我就是说要种点西瓜，他呢就是横拔竖挡就不让，就听别人说这个东西吧不好伺候，不好弄，整不好吧看赔钱。然后呢就跟我俩就是又吵又嚷，也不跟我俩商量，完了就偷着就把地种了。我跟他没法商量，因为一商量吧我们俩就干架，一商量就打仗。完了我就自己偷摸种的，种了之后呢，完了还丰收了，完了还挣着钱了，种的把他嘴就堵住了，他就不找我，不跟我俩干仗了。这不是好事吗？那好事是好事啊，下年也还是种西瓜，这就出坏事了。这是那年我种完西瓜了，西瓜长势也很好的，那轱辘就到要销售的时候了，我就联系了个客商，客商就来了，我就领着客商嘛到地看了，客商也相中这个西瓜了，我们俩把价格已经谈好了，当时谈的是9毛钱1斤的西瓜，然后呢，我就领着客商回家了，我就说客商，我说你这跟我俩谈妥了，但是啥呢？你得给我留点定金，我这西瓜就是卖给你了。他说行，我留给你点定金。完了这么的可倒好，
你问他吧。是，当时是我不让刘定金。你当时不是你不让刘金，谁告诉你的？就谁告诉我，他也不是出于坏心。是咋的呢？啊，我们邻村有一个，他就是以前也种过西瓜，他有那客商，当时吧，他就打电话问人家了，完了，人家就告诉他说的今年西瓜挺贵，你呢在跟人家客商谈的时候吧，你先别留定金。哎，就这么他就听信人家了啊，就是有可能以后遇到客商更高。对，有客商再来了之后，给这个高价，你可以这么再卖给他，懂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，那后来呢？卖出去了多少钱卖的呀？7毛钱卖的，你们给我算算赔多少钱吧？哎呀，那赔了不少吧？赔多少钱？10万斤也得差这2、3万块钱。那就得了呗。让你听信别人一句话。当时我也没想到，就是这个西瓜就是掉价掉的这么严重。是你听信别人的话了，你总说我听别人造成的这么个损失。你总听我说别人的。哎，我问一下2位啊，你们就天天这么吵架吗？最近2年我就是一直争吵不断。以前还真的就是挺和谐的，也没说的那个也有矛盾，但是没出现。哎，为什么这2年就突然变成这样呢？我就因为他心不在家，就放飞自我了。哎，赵大哥，这个儿子没结婚、没去城市生活之前，你会跟那么多女同志的那么近吗？没有，没时间打牌。没有，就是后期这些吧，我感觉就是咋的呢？好像我老伴儿吧，年龄也大了，听信别人的话吧，听的太多了。相信别人的，就是不相信我的。你觉得是他变了是吧？不是你变了。我没有变，我还是我，他呢就是变了。为啥那些年以前没有这些风言风语呢？那你的诉求是啥呀？今天希望我们帮你做点什么？我就想我们俩并列结婚，就是都老夫老妻了30多年了。就是我希望我老伴儿吧，往后吧，就是这么大年纪了，别和异性走得太近了，就是往后呢多关心家里的。对我呢也多一份关心。如果他说我和异性的关系没问题，我光明正大，我挺关心家里的，我种地赚钱，对吧？我也挺关心你的，咱老夫老妻的，怎么着还天天说我爱你吗？他就这个态度，不改没错，怎么办？那没办法了，老师，那你就把他扫地出门，我也不能跟他走在一起了。你过不下去了。他老了，那我也就自己处，我也就真就走不到一起了。所以事儿还挺严重。日后要是打算跟我俩过。就是吧，少吧对我一些猜疑，少埋怨一些，少抱怨一些。哎，不，你没什么要改的吗？我也有要改错的地方，啊，就尽可能的吧，就避免跟这个异性吧接触的太多吧。这不是态度挺好吗？在家没有这么表过态吗？你在家要这样式，我何必就是这么麻烦来请你那脸嗓子，你让我表态吗？你根本就不让我表态吗？各位老师，你说给家大呼小叫，你说要支持我，我就跟你来的嘛。我说话呀。如果他要是对我少一分猜疑，少一分怀疑，少一分抱怨，我还能继续跟他过。如果他继续那样事的时候，我就不能跟他俩过了。哟，你也不能跟他过了，我就不能跟他过了。俩人都觉得我反正没错，我不改，你得改，你不改我就过不下去了。问问这年轻的孩子啊，听完有什么感觉吗？在我来看的话，我觉得赵大哥跟那个女性的边界感确实是有点过。如果你说就是牵手是误会啊，或者是放羊就是一起也是误会，你不能说1次、2次、3次都是误会，而且可以就是保持一点边界感。这样的话，赵大姐她也不会就是拿这个说事儿了。这样的话，她也不会怀疑，也不会抱怨，两个人可能过的话就会更好。阿姨应该给叔叔多一点信任吧，毕竟也30多年了，应该都是互相最了解彼此的人，应该也知道赵大哥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所以还是多一点信任会好一点。行吧，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啊，这日子能不能过？如果过，该怎么过？35年的婚姻了，究竟是妻子一生。
她还会这么信别人吗？她就信每天能看到的那个丈夫。有几点啊，真的想跟大哥大姐说一下。首先第一点，关于其他异性的这个事情，我想请大姐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一下，是她真的就专门跟其他的异性是这种互动的尺度，还是她的实际的人际互动，包括跟男性也是同样的尺度？因为我们往往会把异性的放大，然后过度的去关注。但如果假设他跟男性的互动，可能像兄弟一样，也是这种尺度，或者尺度可能更大一些，那其实可能客观来说，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性质它并不是非常恶劣的。但如果他确实是异性方面啊，一出去也身边都是异性，那这种呢确实是大哥这存在问题。但是不管是哪种啊，大哥，关于异性的互动，边界感这块确实要注意。还有一点啊，其实大哥这儿，我听到他说一个词叫怕看见，不是怕看见不做，不是看不见了就可以做，而是有些行为他就不应该做，跟看不看见没有关系。但凡有一个心理你是怕看见的，就说明这个时候心里确实是有鬼，哪怕是很小的。再加上之前的行为，那大姐这能不放大吗？然后再到后面给大哥支个招啊，就关于接电话这件事情，大姐不是经常打电话吗？大哥可能心里会很烦躁，会怕接电话又跟我说很多的东西，查我岗，问我在哪儿，在干嘛等等。给你支个招，下次你接电话，然后你把他的声音给关了，你就让他说，然后你的声音不关，你该干嘛干嘛，这样你就不用听他说了，然后他还能知道你在干嘛，这是不是就打消疑虑了？然后你的核心诉求，你也是希望能够获得他的信任的，那这种方式就获得了。你既不用听叨叨，你就接个电话就行了，然后把他的声音屏蔽掉。其实大姐对你的要求，我听下来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，就是你和其他异性这个距离能收一收，所以就收一收吧。如果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呢也想找西大来解决情感问题，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，您就去微信的这个公众号搜西大，点关注，然后别忘了啊，就是回复爱情保卫战，那您就会获得一份粉丝的专享礼，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。赵大哥，你媳妇儿多在乎你呀，有个人这么惦记你，在你越来越年纪大的时候，你抽个烟都跟你急，怕你对身体不好，对吧？你跟女的看她一眼，她都吃醋，跟小姑娘似的。其实到了你们相濡以沫30多年的今天啊，为什么会吵吵闹闹？原因特别简单，赵大姐，以前你们这两口子真的都是爱家爱孩子的好父母、好伴侣。一心就在家赚钱啊，把孩子供大，你们的注意力都在老人身上、孩子身上，那块地上、那个营生上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没有太多争吵。可是你们现在好日子来了呀，孩子都养大了，哇，你们的担子卸下来了。大姐，你也不能全部都说你老公现在不好，你从你原来爱孩子、照顾他们、赚钱那个模式，已经变成了现在你的世界里就是你老公了，你的所有关注的东西就只有你老公了，人家儿子也有了媳妇儿了，是吧？也不搭理你了。我们去关注自己的丈夫是好事儿，但是关注有度，如果太过监管，那真的会让对方觉得有一点被限制。其实这是你要调整的地方，你太紧绷了，你要像以前一样60%、70%的精力在其他事情上，他就没有现在这个状态。其实你老公也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他的心在这个家里，他不还想多种点西瓜更挣点钱吗？他能去什么外边赶大集啦，什么打小麻将怡情了，你也培养一点自己的兴趣爱好呀。我看您也身体也挺棒的，咱去跳跳舞唱唱歌啊，有点自己的兴趣爱好呀，咱也跟其他的姐妹们兄弟们去活跃活跃气氛呀。你去把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，你就不会老关注这个老头了，他也没有什么二心，他不会说跟外边怎么着不跟你过了，你让自己更幸福更快乐更愉快，他就该关注你了。你跳舞不接他电话，他10个8个的给你打，你信不？人和人相处都需要空间，即便是30多年的夫妻，你就听我的，给他一点空间，给你自己一点去关注其他事情让你快乐的事儿。先生，刚才前面老师都说了啊，你这个男女边界的问题确实有问题。想要晚年生活幸福，去爱自己的老婆，这是最光荣的。摸人家小手不光荣，
牵好自己爱人的手，把后半生的人生过得甜蜜幸福，这才是最牛的。赵大姐问一下，咱们村的大哥，您最想跟谁跳舞啊？刚才他不是让您说也跟别的大哥跳舞去？咱们村那么多个大哥，您最想跟谁跳舞啊？我还真没有这个爱好，说句实话，真没有，真没有。你看你老婆多好呀，真没有啊！如果有，如果有，如果也没有，老师，我说没有，真没有。你都看他3眼了，你不说，想要爱有要爱的方式，我知道您要爱，要爱的方法不对，他就跑了。他为什么怕呀？您知道鸡蛋最怕谁吗？鸡蛋最怕挑骨头的那个人。我有没有骨头？我都有骨头。鸡蛋里挑骨头啊，所以他是不是得躲着您？所以我建议您用刚才我们主持人那个方法。我再问一遍，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的要爱、要关注、要地位的机会，咱们村那么多个大哥，您到底想跟哪个跳舞啊？还是很我老伴儿呗。哎，对喽，这就是正确的要爱的方式。我爱你，请你爱我。我虽然在某一方面一次又一次跟你不一致，但是我爱你，请你爱我，而不是什么孙大姐、那个大姐、1个大姐、2个大姐、3个大姐都是大姐，这样是要不来爱的，好吗？赵大哥，咱们村那么多个大姐，您想跟谁跳舞啊？他刚才不说要跟我跳吗？那我还跟他跳吧。哦，其实呢，扭个大秧歌挺好看的。我希望2位能够回去一起跳大秧歌。大哥大姐结婚35年了，就是再过我就该金婚了。但金婚银婚啊，不如暖婚。你们之间没有温度，一个是一直在跑，一个是一直在追。大姐家里谁管钱啊？我管。大哥家里谁管玩啊？我管。对呀，您看外头打麻将、喝酒，场面的事全都是你，是吧？当然，挣钱的也是你。你又玩又挣钱，这生活过得不亦乐乎。大姐太闲了，闲得到处去听人家的闲话。大姐的安全感寄托在别人的舌头上，但是同时呢，大哥的尊严就反映在对抗式的沟通。你不信我不给你解释，不接你电话，对吗？你们之间缺少暖言暖语，就像刚才雷老师说嘛，说你互相跳跳舞，这种我想跟你跳，我想跟你跳，这种话就暖啊。说点你们的未来，说点你们的从前，这都是很暖心话，而不是质疑。那大哥质疑的你没有尊严了，当众羞辱啊，对吗？大姐，当众羞辱换来的就是大哥的情感的冷暴力嘛。所以说这么在对抗，再这么逃避，再这么猜忌下去，你们之间就没有暖心的话了。所以回家多聊聊天吧，好不好？大姐的确是有点空虚，孩子不在身边了，老公要不在外头打工，要不在外头跟着聊天，自己这心里哇凉哇凉啊，是吧？多把自己心里话、柔软的话、真正需要的话跟他倾诉倾诉。大哥是听的，大哥是吃软不吃硬。我们男人就要这尊严嘛，但是女人给了我们尊严，男人就得给什么？给女人安全。好，两位下来也思考一下啊，我们听听这个小年轻他们的情况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宋，26岁，来自湖南；戴烨、小刘，24岁，来自湖南。老师，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？他总是和我说分手，每次都是我去哄他和我复合。我觉得我在这段感情中真是太卑微了。他总是在挑我的毛病，不然我也不会跟他提分手。他只看得到他的委屈，看不到我的付出。他现在吃我的，花我的，还背着我和别的女人暧昧，我在他心中就这么不值得被珍惜吗？明明是他跟男闺蜜暧昧不清，还反过来指责我，他真是太双标了。这段恋爱我谈得太累了。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哎呀，你们这句句都挺扎心的呀，谁先说一说呀？
其实是我想来这个节目的，因为我觉得，就我在这段感情中也付出了挺多，然后一开始还挺好的，但是慢慢的他提分手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就我跟他只要一闹矛盾或者怎样，他就提分手。我觉得明明一段感情是可以磨合的，为什么这么容易放弃？他是不是不爱我？但如果不爱的话，我就再一直这样下去求复合，那我也很委屈，我也没有尊严啊。在一起多久了？快2年了。一开始是谁追的谁啊？一开始是我追的他，就我跟他是高中同学嘛，大学就是偶然一次同学聚会，我就又看到他了，然后我就加了他联系方式，就聊着我们就谈恋爱了。但是那个时候是异地的状态，因为我还是在杭州，然后他在长沙那边工作。那现在呢？还是异地吗？现在就是我们谈了半年左右的时候，就是觉得这样也不行，然后他就来杭州来找我了。其实我刚开始还挺感动的，但后面就是他工作也没有去找，也不怎么做事，我就觉得这样子也不行，然后就一直劝他也没有用，后面就越来越吵，到现在这个局面了。男孩是一句话都不说啊？我不是很想跟他说话，我已经不想跟他在一起了，但是他一直在跟我求复合，但是我不是很想继续了，所以我就觉得还是不要跟他有任何接触比较好。男孩已经是我都不想跟你说话了。所以我们听听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先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矛盾？原来不是挺好的吗？还为了你从湖南跑到杭州来了？就是他一开始他有点就是找工作，他就是一定要有点眼高手低，他一定要找到就是比长沙的工作更好的工作。但是他在长沙已经奋斗了2年多，他在杭州一下子找一个好工作肯定是很困难的。几次碰壁之后，他就不愿意再去找工作了，然后就开始在家里面天天打游戏。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我回到家看到他打游戏，我肯定不乐意嘛。有时候他还家务他也不干，然后就比如说吃了外卖垃圾就放在那个电脑桌旁边，我就是觉得他可以再陪陪我嘛，然后他也答应我了。但是到了11点，我看他还在打游戏，我就特别生气。那你后面不是干了别的事吗？干什么？你不是把我电脑给砸了吗？那我是你要我砸的呀。我要你砸你就砸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听话？而且我哪里没有做家务？我就那1、2次没做，然后全让你看到了。平常你在家没有上班的时候，你有干任何一件事吗？我有让你干任何一件家务事吗？拖地、扫地、洗碗、煮饭、晒衣服，我们家还有一只狗，擦屎擦尿全是我在那里弄。那我觉得你没赚钱，这就是你应该做的呀。而且我砸你电脑，我不是赔钱给你赔了吗？我没有要你那个钱。我把他电脑砸了，他就说要分手嘛，然后我说我给你赔钱，他说我不要，然后他就又跑到我们家旁边一个网吧去了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还去网吧去找他，我就说要不跟我回家吧，我当时就30多分钟一直在哄他，但是他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那个电脑是我大学毕业之后自己参加工作给自己买的第一份礼物，它意义是很重要的。他说他在网吧哄了我30多分钟。但是那一把游戏我已经开了，我不可能说直接把那4个队友全部抛弃掉，然后跟他一起回家。我当时我想的是，他哄了那么久，我想着也算了，那就回去吧。我打完那把游戏我就回去了。然后他后面直接当着全网吧人的面，直接甩了我一个耳光。我打完他之后，他就给我推到地上了，然后他把我项链扯断了，然后他还报警了。我跟你解释多少遍，我只是在推你的时候，那个手一不小心刮到你那个项链，它才断的，不是我故意扯的。那你觉得我的力气跟你的力气能比吗？反正我知道那个耳机戴在头上被你一巴掌筛得飞出去了。报警啦！对，然后当时就是他很强硬的，就是说一定要抓我什么的，然后就警察就带我去警察局做口供，想着调解一下，他没出现，然后后面我才知道他就是直接就回长沙了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我也做的不对，我不该砸他电脑。所以我就回长沙，我也求他复合。那个时候我知道他住哪，我就在门口等他，因为他也不让我进去。然后就这样大概坚持了1个星期之后，他有心软了。后面我爸妈也知道这个事了，我爸妈也来劝我说2个人在一起也不容易，就跟我说了一大堆。你跟你爸妈说了你们俩在网吧发生的报警的激烈的事件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要跟他们说。对啊，我觉得你要说了这个，你爸妈肯定说那算了吧，你们整这是吧？他情绪也不稳定，他那次就是在路上开车，我说你是不是音量就是调小了？他说他没有，我说是误触吧，还是你自己弄？他说不是我弄的，就是不是我弄的，就因为这么小的事，他就直接把那个车停到那个高架上面。老师就是当时就是那个车
它有个音量键，它可能是那种滚轮的，我在弄方向盘的时候，它可能会确实不小心碰到了。它不是说我误触了，它是直接怪到我身上说就是你弄的，它就直接一个很大的误会。我很讨厌别人误会我，但这个事情所以我一直跟他很小啊解释，他不听，然后我就可能有点生气了。然后我觉得万一等一下再跟他继续吵下去，我等一下一脚油门，两个人就拜拜了。他们把车停路中间啊。然后后面我开到应急车道了，然后我想着两个人吵清楚，两个人情绪都平稳下来之后，再继续开会安全一点。你们总是情绪这么激动，吵架也挺消耗的。刚才说男方的父母其实知道你们的关系哈，只是不知道你们那么激烈，那么偏执，是吧？对。那女方呢？你这边的家长知道你们俩的情况吗？是这样的，我爸妈就是从小离婚了，然后我跟他们关系不是很好，就是他们都有重组的家庭，然后对我还有对他们自己的小孩的，就是差距还是挺大的。就是对我的话，就是我甚至要个学费，我爸我妈都要踢皮球什么的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然后我也就是跟他认识了，认识之后我信任他，我就把我的过去的一些经历我全部都跟他说了。有一次他跟我回去就是参加我那个重组家庭姐姐的婚礼，他背着我就是加我家里人的联系方式，然后把我曾经说的那些委屈，他把这些一股脑的全部就跟我家里人说。我觉得他这个就是背叛我的一个行为。因为当时他们那边家人跟我说，觉得还是很对不起他，然后我只是想告诉他们他这些年过得有多不容易，多委屈，告诉他们，然后让他们有一个想办法去弥补他的办法。等一下，这个是没有社会经验，你这么样讲了以后，确实会让他和自己已经离异成家的父母越来越远了。未必啊，但事实是这样是吗？事实就是我跟我家里人的关系更远了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之后，就觉得我有点忘恩负义。男生有没有感觉到那对这件事后果的一个愧疚？有。那有跟女生表达什么吗？我也是那种当时也没想那么清楚，也是不服气的跟他道完歉，然后就还是这样继续谈下去了。还有一次就是他跟他父母因为我吵架。不是因为你好吗？是因为我。不是因为你。去年过年，我想着我可以回家过年，他也可以回家过年，但是他因为工作原因就留在杭州，不能回去过年了。然后我想着是他一个人留在杭州过年，他肯定会伤心会难过，我就想着我留下来陪他，我就把我自己的票偷偷退掉了。然后我爸妈就跟我吵了一架，因为我加上去年的话，我已经2年没回去过年了。但是他跟我说，你还不如不留下来。他对我说这种话。因为他的家庭跟我不一样，他不能因为我个人原因就待在杭州，然后因为这个跟他的父母产生嫌隙什么的，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。姑娘，你是真别扭，人家对你好你也生气，人家对你不好你更生气。我觉得他就是看不到我的付出，只会觉得我的这些付出会给他带来一些压力或者是什么。他觉得两个人的付出要对等，我觉得不应该是对等的，两个人就是这样对你好就是正常的，而不是说你必须还回来一点什么。那你如果是作为付出多的那一方，你说这种话，我觉得没问题。但是你作为付出少的这一方，你说不能要求对等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对的。哎，你指的付出少是什么呀？是啊，你这个多少是怎么衡量的？付出的话，就是我给他花钱哦，经济上。对，房租就是他从来没有主动提过要跟我 A， 然后包括水气煤电，他从来也没有主动提过要那个给我承担一点。后面就他自己在长沙积蓄花完了之后，他甚至后面所有的吃住开销都是我来出钱。因为确实一直找工作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，就是工作它的是比较断断续续的。我在长沙奋斗2年，那个工作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，因为我已经在慢慢往上爬了。但是我因为他来到了杭州，我就希望找到一个至少跟那个接近的工作。所以那你会觉得因为自己收入少一点，或者找工作没有那么容易，而觉得有，所以我家里的家务我都做呀。但是他觉得这是我该做的呀。但我觉得他花我钱挺心安理得的。有时候他明明是有面试的，他会玩游戏玩晚了，导致第2天他面试他没起得来就没去。那次我不有一次面试已经过了吗？可以去参加工作了吗？那工作还挺好的。为什么黄了？你说一下为什么黄了？我生病了。他说你作为男朋友，你就应该在我好之前，每天都待在我边上24小时照顾我。
然后那3天我就一直在旁边24小时照顾他，然后导致我那个工作我也没去报道，然后就没有参加那个工作。而女生这一点，男生说的是事实吧？这不对，这样做对他不公平。另外，男生，我听到你刚才不停地提到了一个地点，网吧。你在杭州一直努力在找工作吗？还是有很多时间在网吧？他80%的时间都在网吧。还是比较大的。就是面完试7点钟到家，我可能吃完饭大概在网吧待个4个小时，然后回来。他之前还就是因为这个事情骗我，他后面为了我逼着他过度去找了一个送快递的工作。他说他每天9点钟下班，然后后面我才知道，其实他每天6点就下班了，他在外面要再上3个小时网再回来。他是多么不想的见到你啊！他每天我回家，我有时候做完家务，然后继续陪他，然后他什么事也不干，喝水要我帮他去倒水，这样来回。因为我在杭州没有什么朋友嘛，长沙的朋友会喊我一起打游戏，我说不行，那你去打游戏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在家里看着你打游戏，我就觉得我很不舒服，你不爱我。哎呀，你们这恋爱谈得真累呀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空间。哎，那在这个，他不说他在杭州也没什么朋友吗？那在这方面你还是放心的吧。他至少忠心不二吧，但是他回长沙之后，他就会去跟女生喝酒，和女生喝酒，是啥意思？还有我跟你说多少遍啊，那次是碰巧他在那里好吗？就他不是我主动找他的，他跟一个暧昧对象在酒吧喝酒，他跟我说是偶然碰到的。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是分手的状态了，我朋友说不要去想那些烦心的事，跟我们一起去酒吧喝酒，然后去酒吧喝酒的时候碰到的。但是看到的心里就是会不舒服啊，那不舒服怎么办呢？他会使劲翻我手机，我睡着之后也翻。我之前翻他手机翻出过东西，就是他跟别的女的暧昧的聊天记录，他们那个续火花那个时间比我跟他谈恋爱的时间都长，天天就是聊天分享日常，这是正常一个男生跟女生保持的一个距离吗？话语暧昧吗？话里面不暧昧，老师，就是他没有跟那个女生说，只是就是当朋友一样分享那种搞笑的视频。但是你没有跟他说你谈恋爱了，对不对？我是没说，但是我跟他的聊天，总比你跟你那个男闺蜜聊天好吧？她那个男闺蜜啊，问他回不回家过年，他说不回家过年，因为工作不回家过年。她男闺蜜说一句，那你不回去，我也不回去了。我回家过年，我只是想为了看到你。他只是开玩笑。那你回应他了吗？我至少没有跟那个女孩子说这种话吧？这种话不是开玩笑。回应啥了？这是暧昧。怎么说的？我没有，就是我没有回应。哎，不对呀，应该回应啊。女孩子应该碰到这种男孩子开玩笑，应该直接就是说你不要开这种玩笑，我对象会不开心。这是去年春节之前发生的事儿。对。然后你决定，你不回长沙，留在杭州陪他过春节了，对吗？是。哦。就是那个春节嘛，他也吃醋了，看来是。我当时要他删掉那个男孩子，他说不会，不可能。他说我认识他的时间比你认识的时间长，我删你都不会删他。哎呀。然后后面本来也哄好了，他说那是气话，那我就说那是气话，那算了。然后后面已经快好了，他说了一句，你自己要看我手机的，然后我就又跟他吵起来了。那最后删没删呢？他跟我说是删了，后面过了几个月之后，拿他的手机有事情，然后就看到了一个跟他那个男闺蜜头像一模一样的人，然后我点进去一看，只是改了个备注，然后消息免打扰的那个男闺蜜。火花还续吗？和那个女生？没有，因为那次吵架，然后他要我删了，我直接删掉了。哦，你是真删了？对，我是真删了，所有联系方式我都删了。你这男闺蜜知道你谈恋爱了吗？他知道我谈恋爱了。他怎么评价你现在这个男朋友？就说要吃软饭啊！只要一吵架，然后那男闺蜜在那个聊天记录里面就使劲骂我，还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这男朋友也太不行了吧，你还不如跟他分手，跟我在一起。如果我真的是对他有想法，或者他对我有想法，我会跟他早就谈恋爱了。哎，男生这么多事儿打也闹了，也都没分成，那怎么今儿就你上来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你不想理他了，就不想和他好了？因为我觉得，确实我这样谈的太累了，就两个人的想法有时候不统一。你直接跟他说分手不就好了吗？他知道我家在哪呀？你怕他闹？对，我怕他闹啊。你一个7尺男儿怕一小姑娘，他真的会去闹吗？女生如果分手了，你会去闹吗？我会去在就是他家门口蹲点，然后求他和好，有时候会闹。你太极端了。
这个小女孩。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。此刻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很沉重。女生在爱情当中，一旦卑微，不管你卑微到任何的程度，都不会得到对方的珍惜，也不可能由此就能够拴住对方。爱情不仅是平等的，更是美好的，但并不是说在爱情当中你付出了多少，对方必须回报你多少。那个平等是爱的平等，我爱你，你也爱我，这才是浪漫的幸福的。女生她在杭州陪伴你的1年多，你只看到她不求上进，但你没有发现她在这段情感当中的不堪和痛苦。如果这一段爱情再持续下去，这个男人会毁掉的。一段恋爱等到一方感觉到我谈得怕了，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吧，哪怕得到了也很无趣啊。如果今天男生真的选择2个人友好分手，我真的劝你不要极端，不要偏激，你现在需要的是要学会爱着。我跟于老师有不同的见解啊，我觉得女方，我觉得她并不卑微，甚至我相反，我认为她其实很强势。可能这个话你会不爱听，但是我希望我的这一番话真的能够改善你们之间的关系，包括可能改善你们之后的相处。所以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可能你对于你的男朋友，你会有一个很框架的一个标准，他可能就该怎么样，比如说就该赚钱，当然他也该赚钱，但他也不是一直没有赚。再比如说他可能就该做家务，其实通过刚才客观的表述，你们双方的言辞来看，他其实做家务做的也不少，甚至说大部分的家务应该是他承担的，这一点没错吧？然后包括可能他选择了一些分手方式的时候，你去堵人家，看似好像很卑微的去求和，但是其实你就是很强势，就是你必须给我回来，你不回来我就一定得把你怎么样。你说让男方心里是一个什么感受？但是男方这儿啊，提分手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。如果说确实是底线的问题，1次、2次、3次，然后你也包容过，你也一步一步去引导过，他还是犯，你这时候提是没关系的。但是其实整个听下来，并不一定说分手是最好的路径。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，换一个方案来说，比如说在网吧你们互相有动手这个事情，就如果下次有类似的情况，你们要怎么做？你把你能改善的部分，哪怕你写出来或者说给他听，然后女方把你接下来面对这种情况可以改善的部分说出来给他听，甚至说你们就白纸黑字直接写上，下次如果再犯，如果不是按上面说的做，那就分手，老死不相往来，也不许再读，就和平分手。然后还有就是关于暧昧的事情，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对比。男方那儿的暧昧对象认识的时间应该也不短吧，说删还是删了。你这边呢，咱也不说删，就但凡下次再有那个男性说一些什么我们在一起之类的，或者说我怎么陪你这类的话，你能明确的表达出拒绝，你男朋友看到这一点，他其实也会心安很多，他都会觉得你真的是在改变啊，且行且珍惜吧啊。谢谢西大。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呢也想找西大来为你的情感答疑解惑的话，去微信公众号搜索西大2个字，然后关注，那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，您就会得到我们粉丝的这个专享礼啊，为您的爱情来保驾护航。但我和西大还真有不太一样的观点，咱3个都不一样啊。我觉得男生你不能再包容他了，不是说我们在爱情当中不应该包容对方，而是我觉得你对他的包容其实是对自己的纵容，纵容你自己的懒惰，纵容你自己的不去努力生活，纵容你自己在情感当中的那种优越感。你认为他的这种极限拉扯、吵啊闹啊是爱，你认为你在这个爱里你是占上风的，你是舒适的，你可以不工作享受女生的供养，那他爱我呀，他愿意给我，这不是一种好的爱的方式。甚至我觉得你可能都不大爱他，你只是在这种极限的拉扯当中体会到一种情感的刺激、激情，让你觉得你被一个女生深深的爱着。如果她身边不是你，
他今天不会是这个样子。我还是建议你回到湖南长沙，从你的个人成长来讲，那儿更适合你。你有朋友有工作，从你的情感的角度来讲，你会离开这个极端拉扯的这种感情，去找到适合自己、符合你这种松弛状态的人，去谈一个健康的恋爱。这是我对你的建议。女生，我说实话，我觉得你好可怜。你其实很想抓住一份爱，你是自我感动的去爱他了，但是你所有的行为和语言啊，恕我直言，全都指向他要抛弃你。你要想要一份爱，你就要用正确的方式去滋养这个爱啊！你用的所有的方式都指向分离。原生家庭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都很深，有些是伤害，有些是滋养。但是怎么着，我们就躺在原生家庭的伤上，然后把这些伤一股脑的发泄到对方身上吗？所以，亲爱的姑娘，我们要去面对自己内心的伤，自己去疗愈自己。我是希望你幸福快乐的，因为你看，其实，在工作中，我相信你一定是优秀的，你能留在杭州，有一份稳定的职业。我看你的形象气质，也是一个讲道理的姑娘，不是那么不管不顾，跟谁都是口无遮拦的人。所以，去疗愈自己，你配得更好的爱，你配得一份不离不弃的情感。小刘啊，你觉得你的妈妈跟你的继父，还有你那个姐姐，他们爱你吗？我觉得他们对我是有爱的吧，只是可能。好嘞，你觉得你的男朋友足够爱你吗？你在对你的男朋友做什么？3份感情，你做的事情一样，用卑微去换取他继续存在的可能性，但是，真的是爱吗？我问一下，假如啊，咱们假如现在现场没有这位男朋友，我问你一下，你作为一个24岁的女孩小刘，你想要一份什么样的爱？你只告诉我要还是不要？你要不要一个男朋友放不下游戏里的4个伙伴，所以不能理你？这样的男朋友你要不要？只要他爱我就……对，只要他爱我，代价无所谓。好，我继续问，你要不要一个1年半没有工作，甚至不找工作，天天在家里，而且对你很冷漠、很高傲的人做你的男朋友？你要不要？不知道结局是怎么样，但还是想尝试。对了，只要他爱我，代价无所谓。你要不要一个当众把我打倒在地，然后把我放在一个执法机关门口，他自己跑了？你要不要一个这样的男朋友？你要不要一个需要你求他回来的男朋友？要不要？就是放不下。容忍可以日益的变得更过分，我容忍的阈值会越来越高。今儿忍得了他打我一拳，明儿就忍得了他踹我一脚，后天就忍得了他直接拳打脚踢。但是你记着啊，他这一生遇到潜在的爱的可能性，他都不会放弃，因为从小缺，我舍不得放弃，我不管对不对，不管好不好，甚至不管会不会有一个积极发展，就好像他不放弃你一样。所以别惦着那个男闺蜜消失。你瞧，你也是，真的，你不能给他一份妥帖的爱啊。比如说，当有一份另外的选择出现的时候，快过春节了，哟，你男闺蜜说他要跟你过春节，立刻我就留下，为什么呢？有了另外一个选择，我就不是唯一。所以你看，我都不回家陪我爸爸妈妈过春节，我得在这儿陪着你过春节。但是呢，能妥帖的爱你吗？不能。陪你过春节的过程当中，我必须跟你打架，我一定让你觉得我的爱不妥帖，要不然你不过瘾呐。我看到的是2个不完整的人，在一片废墟里面抱团取暖，这才形成了一种表面上看是紧密的一种共生，但实则在互相绞杀。女生的情感缺失是蛮明显的，就是缺爱嘛。男生缺乏生存能力，一个大小伙子26岁，居然在杭州很兴隆的这么一个就业市场上，居然1年半找不到工作，想去做点好事儿，想去拉近女朋友和他家人的关系，结果吵架；想对女朋友表达爱，结果得罪了父母亲。在春节那个特殊时间节点，你处理事情的能力太差，所以2个人现在都需要做什么事情？3个字儿。断舍离，断
断掉你们俩病态式的依赖。女生要断掉对于那个所谓男闺蜜这种倾诉的这种技术，男生你要断掉对电脑的依赖，那是一种逃避。第二，舍，停止你们俩现在这种互害式的依恋。我暂时不工作，他可以养着我；我暂时没有真正的爱，他可以换我，再交换嘛。这种完全是互相伤害的。你们真的是应该离开，但至于是离开一阵子还是离开一辈子，看你们对对方是否真的是有爱。但我们至少在说爱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完整的人。你的情感需要完整，不要靠任何人，靠你自己。你要先自爱，不光你男朋友不看重你，屡次随意的说分手，就连你那个所谓的男闺蜜也看不上你。一个真正为你好的人，能一边挑拨着你跟另一半的关系，一边还在试图接近你，他别有用心，他不尊重你。先自爱，男生啊，先自立吧。一个大小伙子找不到一份工作，你在女朋友的温床上，你躺得很舒适啊。所以你们先去做独立的人。带着老师们的不同的这个建议和思考的维度啊，你们也好好想一想，好吧？我们请两组嘉宾都回到我们的门后。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呢，可以登录我们的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。好，那我们两组嘉宾他们是否会出来啊？来看看他们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没有哎，肯定手牵手出来。稍等哦。哎呦，来，哎，怎么不牵手呀？这不是说要牵着媳妇儿的手吗？哎，来了，好。哎，赵大哥，牵着啥感觉啊？挺温暖。哎，来吧，改变吧。您要改变，赵大哥，一定改，一定改。我也希望你往后边别太大男子主义，完多关心关心家。咱俩毕竟都35多年的夫妻了，往后呢互相多包容。只要你就是多在家，不往外出，我也能改掉自己这个猜疑的心。我谢谢你这次啊，你能理解我。如果你能理解我了之后啊，我啥事儿吧都能听你的。美好发生，怎能不看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，抱一下吧。不抱会儿。好，希望你们幸福啊！再见。再见。感谢老师，加油啊！啊，再见。那这对小情侣呢？他们还出来吗？别出来了。我还真是，有些人会在自己个性成长当中可能有欠缺，他可能永远沉迷在里面，但是有些人会摆脱。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选择，请开门。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选择，请开门。走啦？走了呀。是好事儿，我觉得至少从这一刻，至少都是一个成长。我认为今天非常好的是，这一个女生她明白了，要找回自我，真的不能极端，这就好。就是希望大家都拥有健康的、彼此滋养的爱情。都决定做出改变了。是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看电视选广电，办宽带选广电，用手机选广电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。同时也感谢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这期《爱情保卫战》，谢谢我们5位老师的分享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